嗨，各位，好久不见！终于要过了疫情3年，久违的海外旅行第一站，我又来到了我最熟悉的曼谷。这次一起旅行的小伙伴还给我推荐了 Nosala， 它是今年的亚洲50家餐厅的第3名。我们早早就预定了位置，来看看这光环是否实至名归。Nosala 并不在高级餐厅林立的 Siloam 地区，而是位于大皇宫卧佛寺附近。不同于市中心的热闹，这边的氛围安静，但也不是风情。另外，餐厅旁边的这条巷子，刚好也是《无间道2》的取景地。来到餐厅，先是给了我们一杯开胃小酒，小酌一杯后，带我们来到了厨房，可以看到团队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，同时呈上2道菜单上没有的开胃小菜。其中这一道鲜虾和巴克拉巴的小卷，清爽鲜甜，给这餐开了一个好头。接着又来到了4楼的阳台，这里视野开阔，可以欣赏卧佛寺的建筑群。我们看到每组上来的客人都免不了在这里拍照打卡。吹着晚风，欣赏美景之余，又上来2道小菜：泰国当地产的鱼子酱配铜锅汤和饺子。而这道泰式风格的酸辣牛肉塔塔也非常好吃，当时好希望他给多一点啊！就这样，还没到自己的桌子坐下，欢迎仪式就已经给我们这一餐定下了基调。它不是那种要让你正襟危坐品鉴美食的 fine dining， 而是像去朋友家里做客一样，轻松写意地享受接下来端上来的美食。第1道菜仍然延续了前面小吃的风格，一口吃完，鲜味直接在嘴里爆炸。第2道菜，后来查资料才知道 Yam Brahma 是一种类似青木瓜沙拉的街头小吃。这里被做成饺子的样子，我认为这是全场最好看的一道。什么感觉？接下来可谓是全场最浮夸的一道，它先是给我们展示了齁的壳，对，这玩意在我们国内是保护动物，但实际上只用到了它的蟹子，主要吃的还是梭子蟹肉。咖喱它本来就是然后加了咖喱的这样子。好嫩啊！他们一般是前面把鱿鱼沙拉做成了饺子，这次又玩出了新的花样。幸好好奇的发现了一个珍珠，都没有发现脚上有一个雪花，有种感觉。它是用爆爆的，然后整体就是非常甜鲜，主要是甘甜口感。这道菜还配了一份咸蛋黄玉米浓汤，味道浓郁，挺好喝的。然后又端上了一份寿司，又是柠檬叶，是玉米片吗？没有玉米片。那这是什么？汤面、糯米、sticky rice。有感受到椰浆味吗？很香，很软软。但是我觉得它 size 已经不太适合一口咬了吧，但是又想跟其他东西吃。看起来像寿司，其实也不是。对，不能像寿司那样去吃啊。它其实就是虾子和糯米饭。哇，咱们这样好吃的。它应该很浓的那种椰浆吧。而且甜的。这是一个拉米 fish 的鱼松，炸得很香哎 ，flavor lobster， 查了一下是蝉虾的意思，长得像鳌虾，上面涂了。也是非常嫩的，就吃不到虾肉那种很硬的纤维感，很柔嫩。至此，我们终于吃完了这异常丰盛的前菜，循序渐进，每一道都好吃，可以说挑不出什么大毛病。然后主菜环节，他们一口气就给我们上了沙拉、辣酱、
大虾、鱼、牛肉。现在这么多道怎么办？那从哪个开始？你看超生都不是从那里吃起，从虾开始吃起。河虾这么大一只。不过他解释这是来自泰国一个我没听不懂的地方。不知道哪一个海域的对对虾。好，感觉味儿。哇哦，哇哦 ，I saw face。跟之前的虾的口感完全不一样，之前很嫩嘛，感受不到鲜味感，这个是很 Q， 能够感受到每一个滚的肉的质地。不然之前低温慢煮，这个是煎一下。这个是菠萝，菠萝中间有咖喱，对，像咖喱一样的很辣很辣。哦，这菠萝超甜，超级甜，又辣又甜，好丰富哦。接下来这一道，据服务员所说，这是他们的 signature。这上面是打抛牛肉，很肥哦，非常非常肥。吃完想回来吐槽一下，肉刨和上面的肉酱都是偏油腻的，这两个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。这一道有点担当不起signature之名。然后来试试这个丛林咖喱，这是泰国南部菜，说是咖喱，其实更像是汤。手忙脚乱了，来尝一下。至于就是silver wood，然后也就是骨头，哎，是蛮鲜的，它肉挺紧实，不是很嫩肉。我觉得今天所有的海鲜都非常的鲜，有点五妈咪。今天见识了很多海鲜，对，而且是东南亚的鱼类，就我们很少接触的一个领域。虾兵蟹将没上场，然后就来那样，赞了。非常非常的饱的一餐，全是肉啊，显得蔬菜都不好吃，好吃。好吧，硬要挑食就是你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非常努力啦。就是蔬菜的味道，本味，真味。本以为终于吃完了，然后又上了一个菜单上没有的。来点评一下隐藏菜单，这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东西。不知道什么名字它，但是我们听懂这是饺子，像鱼肉一样。拌拌。哦，对，我有听到咖喱，所以它是整片的。哎，还是挺解辣的。不过作为一个收尾，好像有那么点遗憾的感觉吧。吃完主菜已经是一个撑到不行的状态，而最后的甜品也是这么丰盛。这里把西米做得像珍珠一样，而椰子则做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。哦，好好看哦，这个。那个确实蛮有艺术感的。说实话，我已经有点馋了，但是对甜品还是总有椰奶和椰糖做的。对了，他说 coconut milk， 对 coconut milk。淋的是椰浆吧？它这个椰浆还很鲜呢，很神奇。所以这个感觉像是泰国的鲜芋仙，泰式鲜芋仙。然后，你怎么还有啊？好吧，这个盒子也跟这一餐一样，层出不穷。最后买单的时候，我们收到了账单上有3瓶瓶装水，一共750泰铢。
我不确定是不是沟通的问题，但这样价位的餐厅竟然不提供免费的 tap water， 我觉得是挺奇怪的。但总的来说，这家努萨拉符合了我对精致泰国菜的期待。它没有过多的讲故事卖概念，只是坚持传统的泰式料理，并且融合了现代的料理技法。它不存在很高的欣赏门槛，好吃就是我们把菜送到嘴里的第一反应。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，冬阴功、红咖喱、Pad Thai 这些最有名的泰国菜在今晚都没有见到，而是选择了很多相对冷门的菜式。同时，它使用了很多泰国本土的食材，这些都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陌生领域。对于喜欢泰国菜、想要更深入了解的人来说，努萨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尽管最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，但是这仪式感、这食物、这风景，依然是一个相当难忘的夜晚。